还记得去年那句中国医保基金稳如泰山的豪言壮语吗？现在看来，这话说的可真是太早了。就在前几天，一份来自财新网的最新报道，让整个医疗界都坐不住了。连北京这样的首都，医保基金居然也开始亏损了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份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北京市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显示，2024年北京市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余竟然高达-5.26亿元。要知道，就在2023年，北京还能结余3.57亿元，短短1年时间就从盈利直接跌入深渊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天津的情况更让人揪心。从2021年开始就年年亏损，2024年的赤字金额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3.6亿元。这哪是医保基金，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！一位医保系统的内部人士忍不住感叹。而更让人心惊的是，这样的无底洞不止在北京和天津出现。让我们看看其他城市的惨状。上海2023年居民医保赤字13.9亿元，苏州2023年当期赤字7.39亿元，九江市2023年赤字6.89亿元，河北衡水2023年赤字5.07亿元。别看这些数字冰冷，背后却是赤裸裸的民生困境。就拿北京来说，从2023年盈余3.57亿到2024年亏损5.26亿，短短1年就蒸发了近9亿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更多的药品将被调出医保目录，更多的治疗项目将提高自付比例，更多的百姓将面临看病难、看病贵的困境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就在医保基金告急的同时，一些地方的奢侈性医疗支出却在疯狂增长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某些地方的干部病房，一个人住 ICU 1年就能花掉几千万医保资金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够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用上几百年的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为什么医保基金会突然变得如此紧张？深入挖掘后的真相令人触目惊心。首先是医疗机构骗保成风。2024年，国家医保局追回的骗保资金就高达275亿元，比2023年的186亿元又创下新高。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从小诊所到大医院，从药店到医疗器械商，各路吸血鬼正在疯狂掏空老百姓的救命钱。这还不是全部。随着老龄化加剧，医保基金的压力与日俱增。据统计，65岁以上老年人的医疗支出是年轻人的3至5倍。而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步入老龄化社会，这无疑给本就紧张的医保基金雪上加霜。更令人震惊的是过度医疗的泛滥程度。2023年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率达到了惊人的 20.7%， 也就是说，每100个人就有20个人住院，这个数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。这种不合理的医疗资源浪费，正在加速医保基金的崩溃。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，全国医保基金追回骗保资金275亿元，比2023年的186亿元暴增了 48%。而这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据医保系统内部人士透露，实际的骗保金额可能要达到追回金额的3至5倍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这些骗保的主力军竟然包括不少3甲医院。2023年11月，国家医保局一次性通报了7家医院的过度治疗案件，涉案金额高达9000万元。这些医院都不是什么小诊所，而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、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这样的名门望族。有些医院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薅医保的羊毛。一位医保稽查人员透露，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小病大治，检查重复开，住院延期。一个感冒能给你开出一堆昂贵的检查，一个普通骨折能让你住院1个月。
而在医院之外，药店的骗保手段更是花样百出。就拿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手表事件来说，一款售价2988元的华为 Watch DR， 打着医疗器械的旗号，居然可以用医保卡支付。更夸张的是，在广州、深圳等地，这款产品甚至出现了断货现象，不少药店不得不开始预约登记。这不是明摆着的漏洞吗？一位医保专家忍不住吐槽，一个普通的万氏血压计也就200多块钱，现在倒好，贴上个医疗器械的标签，价格翻了10几倍，还能用医保报销，这不是变相的在掏空医保基金吗？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2024年曝光的无锡虹桥医院骗保案和哈尔滨4家药店骗保案，更是让人触目惊心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仅这几家机构骗取的医保资金就超过了10亿元。这些钱本该用来救助真正需要帮助的病人，却被这些吸血鬼们中饱私囊。与此同时，医保基金的另一个出血点是过度医疗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率高达 20.7%， 这意味着每5个参保人中就有1个人住过院。这个数字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。很多医院为了创收，把门诊能治的小病硬要收住院。一位3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表示，有时候病人也配合，觉得住院能报销的多一些。但这样一来，医保基金的压力就更大了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局面还在持续恶化。2024年，全国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余仅剩519亿元，而2023年这个数字是1120.6亿元，一年之内蒸发了近一半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全国医保基金离全面告急可能也不远了。随着医保基金危机愈演愈烈，各地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救行动。最直接的就是提高个人缴费标准，从原来的每人每年10元一路飙升到现在的400元。这一涨幅让不少老百姓直呼吃不消。以前一家3口交医保也就30块钱，现在倒好，一下子要1000多，这不是要了老命吗？家住河北的刘大爷无奈地说。而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暴涨似乎还远未到头。据医保专家预测，未来几年个人缴费标准很可能突破500元大关。但高额的缴费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医疗保障。相反，许多3甲医院医保报销正在经历4连降，大量平价药被调出医保目录，报销比例不断下调，住院起付线不断提高，单次报销限额越来越低。现在连最基础的胰岛素都要自费大半。一位年过60的糖尿病患者心痛地说，以前1个月的药费也就200-300，现在医保报销不了多少，每月要掏将近2000块。这样的日子，我们这些老病号可怎么熬下去？另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人也诉苦道，进口支架基本上都不给报了，国产的勉强能报销一半。但关键是配套的那些药，10个里面能报销3个就不错了。每次去医院，光挂号抽血化验就要700-800，这钱根本就不够花。这种高缴费低保障的现状，直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弃保潮。数据显示，从2019年到2023年，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5年下降。有分析称，真实的弃保人数可能超过3000万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一些地方甚至开始采取强制措施，比如把医保缴费与学生入学、居民福利、政府部门盖章等挂钩，不交医保就不给孩子上学，不交医保就不给办事的现象，在一些地方屡见不鲜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一些地方为了创收，开始打起了医保个人账户的主意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华为手表事件，还一些更让人瞠目结舌的现象。某些药店推出医保换现业务，部分商家推出医保卡购物服务，
一些美容院甚至打出医保可用的广告。这些行为无疑都在加速掏空医保基金。但真正可怕的是，在这场医保危机中，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普通老百姓。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全国因病返贫户数超过200万，重大疾病患者自付比例超过60%，1/3的农村家庭因病致贫，超过40%的老年人放弃了必要的医疗。这哪里是医疗保障，简直就是在推卸责任。一位医疗政策专家愤怒地说，他指出，与其不断提高缴费标准，不如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要想遏制医保基金的失血，打击骗保才是当务之急。2024年追回的275亿骗保资金，足以覆盖全国居民医保20元的涨幅。但显然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各地医保部门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平台，用大数据实时监控可疑行为，让那些想要伸黑手的人无处遁形。另一个出血点是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。据最新测算，仅过度医疗一项，每年就造成至少3000亿的浪费。这笔钱本可以为数百万重症患者提供救命的治疗，却被某些医疗机构用来创收。而现行的医保支付方式更是问题的根源。目前这种按项目付费的模式，无异于在怂恿医院多开检查、多开药，甚至违规住院。一旦改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，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自然会收敛。但这些建议能否落实，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因为在很多专家看来，目前的医保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困境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不少地方的医保资金被挪作他用，一些高干病房的医疗费用动辄上千万，一年的开销就能抵得上一个小县城居民的医保总额。这些钱原本是老百姓的救命钱，却被权贵们占为己有。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未来只会有更多的人看不起病，更多的家庭因病致贫，而这恐怕就是摆在普通中国人面前的残酷现实。